要不就这样吧，谁先替朕生下龙子，谁就是皇后。皇上立刻就会来看你的，用力呀，用力呀！娘娘，再用力，用点劲儿。生了，生了！是个男孩，我家娘娘生了个皇子。陈太医，快把太子抱过来，给本宫瞧瞧。卑职恭喜娘娘，母女平安。什么？母女？娘娘是个小公主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你搞错了。道长说过，我腹中怀的是个男孩，是太子。娘娘的确是个小公主，而且看得出来，从小就是一个美人胚子。难道真的是天命难违，要惩罚我？周公公，周公公，周公公，在。周公公，林贵妃那边什么情况？上前一步禀报。启禀娘娘，林贵妃体力不支，产后便昏厥过去了。她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？是个男孩。皇上知道了吗？那个房间还有没有其他人？娘娘的意思是，偷龙转凤。你要不要看孩子一眼？不要。是。等一下。我的孩子，再看你一眼吧，是娘对不起你。带走吧。
奴才见过皇上，监视母子平安。他们2个都生了。哎，林贵妃生的是男孩女孩？启禀皇上，李贵妃娘娘为皇上诞下一位小皇子，林贵妃娘娘为皇上诞下一位小公主。好，我们去看看。是。凤儿，皇上，你终于来了。臣妾未能替皇上诞下皇子，皇上不会不开心吧？怎么会呢？只要是你生的，男孩女孩，我都喜欢，都跟心肝宝贝一样。臣妾刚刚还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皇上了呢。胡说什么呢？要不是稳婆不让我进来的话，我想时刻都陪着你，保护着你。对了，这是我亲自给小公主挑选的礼物。怎么了？皇上，你确定这是送给我们女儿的吗？我这是第1次亲自挑选礼物。既然女儿戴不了，那就给女儿的母妃戴上吧。等她出嫁的那一天，你再送给她，可好？谢皇上，凤儿跟我们的女儿，我们母女连心，有皇上的庇护，只要镯子在，我们母女一定平平安安的。恭喜皇上，恭喜林贵妃。你们伺候林贵妃有功，重重有赏。谢皇上。怎么了？珊珊呢？从我醒过来之后，再也没有见到珊珊，她去哪儿了？奴婢也没见到珊珊姑娘。奴才给皇上、林贵妃请安。宫女珊珊趁林贵妃生产之际，犯下盗窃罪，被奴才等人当场擒获，现已押解，听候发落。你胡说！皇上，凤儿，珊珊是凤儿的天生婢女。刚刚凤儿在生产的时候，她一直守在我的身边，她不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的。朕知道，朕知道。娘娘，奴婢前几天见珊珊收到家书之后，便整个人魂不守舍，想必偷窃一事也是情非得已。只是娘娘现在凤体虚弱，还是不要再为那些小事情烦心。凤儿，朕现在就让周公公去把这个事情查个水落石出。你好好调养身体，照顾好咱们的小公主，剩下的事就让朕来处理。你好好休息，朕明天再来看你，好吗？走吧。奴婢见过贵妃娘娘。你们看到珊珊了吗？没有。皇上，这是朕的皇儿，像极了朕。哎，重重有赏。是。皇上御赐大皇子金元宝8枚，双龙金项链1个。臣妾戴灵儿，谢主隆恩。不必。雪儿，朕以为你的孩子会比凤儿晚生几日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生下来了。大概
是大皇子迫不及待的想见父皇了。雪儿，好生休养身体，养好身体，朕重重有赏。谢皇上。送太子回去歇息吧。谢皇上。雪儿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晚些时候再来陪你。好的，皇上。恭送皇上。林贵妃那边怎么样？娘娘放心，林贵妃生产时，身边所有的太监、宫女、稳婆都是自己人，唯独有一个贴身宫女珊珊，但已被奴才囚禁在司礼监，绝无半点纰漏。好，一定要小心行事，千万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娘娘请放心，一切交给奴才处理。你可见过什么不该见的东西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珊珊什么都没有见到，也什么都没有听到，没有听到。还算机灵。来人，赐花茶。公公，公公，珊珊什么都不会说的，你放过珊珊吧，珊珊，公公。本宫和刘公公不同，本着慈悲为怀，放你一条生路。但今后你永远也别想再见到林贵妃了。谢谢各位妹妹对小皇子的厚爱。林贵妃也是千辛万苦的生下了公主，各位妹妹可不要偏心，一定要一视同仁。妹妹，我最近收到了很多滋补的东西，还有物品，如果妹妹需要，尽管拿去。姐姐太客气了。凤儿跟小公主向来由皇上亲自照料，一切都安好。既然宫里的妹妹都已经备了礼物，凤儿自然不会失礼。这个银项圈是我送给小皇子的，还望姐姐笑纳。一个银项圈怎么送得出手？皇上可是御赐了双龙金项圈给小皇子啊！姐姐，妹妹听说不足月的婴儿受不起金饰的重量，如果长期佩戴的话，很可能像小皇子这样哭闹不停的。谢谢妹妹的关心。小皇子受得起皇上的恩宠，哭闹不停也只是身体强壮之表。这么哭下去，恐怕会伤身的。小皇子，乖，乖，不要哭了，好不好？咦，小皇子真的不哭了？姐姐，看来小皇子跟凤儿还真的挺有缘的。奶娘，小皇子肯定是困了，快带他回去午睡吧。是。皇上辛苦了，注意龙体啊。小明子，朕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凤儿跟雪儿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，朕忽然之间觉得不知道哪来那么多力量，用都用不完。恭喜皇上，儿女双全，而且这两个孩子诞下的时辰都特别好。听说小皇子抓周抓到了一个玉玺，哦，寓意着有治理天下的雄心壮志，实乃我大明之福啊。小公主她抓到什么了？抓了个风筝。
风筝，果然是朕跟凤儿的孩子，像朕，崇尚自由，喜欢无拘无束。好，既然现在小皇子已为长子，昔日您也曾有言在先，谁先诞下龙子，便册封谁为。那朕宣布，现在就册封皇子名载元，封号豫南王；皇女字思玉，封号瑞安公主。好了，你回去吧，朕也累了。恭喜皇上，奴才告退。你说这女人她也有了孩子，就好像这林贵妃，自从有了小公主之后，她满脑子里边都是小公主，就连朕是她的夫君，都要经常被她嫌弃，被冷落。唉，时不时还得靠边站。皇上既然思念林贵妃和小公主，为何不前去探望？也许林贵妃只是不好意思开口呢。真的吗？不去试试，怎么知道？凤儿在做什么呢？皇上，皇上不能吃。我为什么不能吃啊？这不都是给我做的吗？皇上真的不能吃。为什么呀？这是臣妾研制出来的新品种。那更好呀，我第一个帮你试吃。皇上。凤儿，这是给我做的吗？是，不。可能最近凤儿太累了，连我不能吃花生的事情，凤儿都忘记了。那做了这么多也别浪费了，就留给凤儿跟其他人吃吧。皇上，臣妾马上再给您做一份新的。不必了，休息吧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咱们到底在等什么呀？你还让奴才把灯给吹灭了。但愿不是朕所想的那样。朕倒是要看看，他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。这是思雨。思雨。现在时间太晚了，他已经睡了。没关系，长得真可爱。只要你们俩母女平安，我也就没什么遗憾了。不过话说起来，这孩子的性格跟我和皇上一点都不像，平时特别安静，不哭也不闹的。这么一说，
他的性格跟小满哥哥倒是挺像的。那当然了，我是孩子的舅舅嘛。不过说实话，抱着这个孩子，真的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。当然，凤儿的孩子也是小满哥哥的孩子。豹奴怎么了？肯定出事儿。怎么了？我去看一下。原来宋长庚就是你的小满哥哥。皇上，请听夫人跟你解释。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皇上，事情并不是你想的。你给我闭嘴！来人，把他们全部带回乾宁宫，朕要亲自审问。是。退下。我，福儿，是我连累了你。皇上，宋大人是我的故人不假，但是我与他并无半点私情，我们是清白的。皇上，你要相信凤儿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朕只想问你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朕，宋长庚就是你的小满哥哥？你是怕朕受不了，还是想再续前缘？不是这样的。那是什么样的？难道在皇上心中，凤儿这么不堪吗？但凡我与宋大人有半点私情，凤儿也不会留在这个皇宫到今天。李贵妃娘娘驾到！皇上，臣妾参见皇上。皇上，臣妾记得，当日林贵妃深夜与神秘男子幽会西华门，想要与此人私奔，没想到却棒打鸳鸯。林贵妃始终没有承认这个男子到底是谁。后来，宋长庚诬陷臣妾，深夜施法扰乱宫规。臣妾一直都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这么担心林贵妃腹中的孩子。直到今天，臣妾看到小公主和宋长庚的模样，才恍然大悟。雪儿，你在说什么？雪儿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皇上，逆臣刘默在位时，曾不止一次提醒小人，宋指挥使和林贵妃娘娘的关系非同寻常。若是宋大人受了伤，就算是官职被贬，以皇上的善心，要安排御医救治，又有何难？需要林贵妃娘娘亲自照料，所以这孩子……你胡说！
皇上，他们都是一派胡言。凤儿是清白的，思雨是我跟你的亲生骨肉啊，皇上。皇上，皇室血脉不容玷污，唯一的办法只有滴血认亲。皇上，好，滴血认亲。皇上，这2滴血并不相容。皇上，这是有问题，这是有问题！思雨是我跟你的亲生骨肉，你要相信凤儿，凤儿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，皇上。林贵妃，你扪心自问，朕还有哪一点对不起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朕？啊？雪儿，雪儿，你说实话，雪儿，你说实话，你说实话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凤儿是冤枉的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把宋长庚、鲍奴明日推出午门斩首。林贵妃和瑞安公主打入仁寿宫，天后发落。珊珊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有什么话你说？是哑了吗？我生完小公主那天你就消失了，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了，珊珊？原来在元才是我的亲生骨肉，那思雨又是谁的孩子？滴血认亲错不了，难道雪儿偷龙转凤，还背叛了皇上？珊珊，这都是真的吗？是个男孩，我家娘娘生了个皇子。
是娘亲错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林凤儿的亲生骨肉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保你周全，救你出去。凤儿，你没事吧？哀家听说了整件事，但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哀家是相信你的。谢太后，凤儿不管受多大委屈都没关系，只是孩子是无辜的，求太后想办法救救他。凤儿，你放心吧，哀家一定会在皇上没有铸成大错之前，救你和孩子出去。谢太后，谢太后，快起来。太后娘娘，林贵妃为我大明诞下龙嗣，可是李贵妃却为了独占恩宠，竟敢偷龙转凤。此事若不向皇上禀告，天理不容。偷龙转凤，哀家收到了宫女的亲笔血书，事实全都在此。死于京师，是我害了凤儿。滴血验亲已经让皇上恼羞成怒，下令要处死林贵妃和小公主。长庚，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们，你一定要在明早之前见到皇上，还他一个清白。好，我怎么才能去？多谢皇太后。娘娘，难道是谁走漏了风声，所以周公公逃走了？不可能，周提明不是一走了之的人，他肯定在某处等着本宫。你来了。周公公好雅兴，居然一个人在花前月下吹奏，怎么不邀本宫一起欣赏？以前我总觉得你应该是爱过我的，现在看来也不见得。本宫今天来是要和你庆祝的，顺便叙叙旧。
不错，娘娘今日铲除了最后一个敌人，马上就可以入主中宫，的确是可喜可贺。不过，提明，你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，提明？这样不是很好吗？省得你亲自动手。提明，你究竟得了什么病？这些年，我为了找你，去了极寒之地，赤焰沙漠，使尽了一身的内力。锦绣姑姑的那一场，虽然有软猬卡阻挡，但对一个只剩下1年性命的人来说，是致命的一击。提明，没事的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治好的。如今的我，不配活在这个世上。雪儿，但我希望你能够找回从前的自己，不在明年，不在明日，而是现在。提明，提明。宋大人，您随我来。走。您请。快走。你还有脸来见我？我来看你们最后一眼。怎么，连这么小的孩子你都不肯放过吗？他对你造不成威胁。思雨是我的孩子，我要在他临死之前再多看他一眼。你闭嘴！你不配做思雨的母亲。我知道我不配做他的母亲。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呢？杀害我父帅和10万玄甲军的人，不是别人，而是当今……你够了！你别再跟我说这些国恨家仇，我听够了。你别再拿这些当借口，满足你自己的私欲。为了你自己一个人的仇恨，搭上了多少人的性命，你算过吗？你做梦不害怕吗？现
在连你自己的女儿你都不肯放过吗？啊！你要来看她最后一面是吗？好，我给你看，你看呐！思雨，雪儿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知道这个皇宫容不下我。你想让我离开也行，让我去死也行，我就求求你救救你自己的女儿，我给你跪下。事到如今，我离皇后之位只有一步之遥。现在止步，只会悔恨终生。凤儿，你是我最好的姐妹，但自从来到皇宫的那天起，我们就注定会成为秤上的秤砣和秤盘。此起彼落，别无选择。雪儿，你会后悔的。走吧。但对一个只剩下1年性命的人来说，是致命的一击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知道这个皇宫容不下我。你想让我离开也行，让我去死也行，我就求求你救救你自己的女儿。长庚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事情要告诉你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李凤儿是清白的，皇上。我和林贵妃
自幼相识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可以保护她。是我执意要带她离开皇宫，因为只要在这皇宫之中，林凤儿，她就命不保惜。但是，她明明白白的回绝了我。她说：“一座城，抵你一个人。”你明明是在骗朕，朕究竟凭什么要相信你们？我知道，现在我无论说什么，你都不会相信我。皇上，我宋长庚这一辈子为臣，我不忠；为情，我不专；为徒，我没有替师父报仇。我这条命，死不足惜。皇上，我不求你相信我，我只求你相信你的林贵妃。林贵妃是为了救我才受到的牵连，应该受罚的人是我，而不是她。这份血书足以证明林贵妃的清白。这是李贵妃偷龙转凤的铁证。长庚，皇上，在林贵妃心里，永远都只有一个人，而我永远都只是他的小哥哥。皇上，你要相信。我派人在院子里放了火，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在玄武门外面，我留了一辆马车给你们，赶紧走，永远都不要回来。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你不用担心我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，要替我将思雨抚养长大。凤儿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发誓，一定要将在元抚养成人，成为一代明君。但思雨就拜托给你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
帮我把这个转交给皇上，告诉他，他的情分，凤儿只能来生再还了。赶紧走！永远不要让在元知道真相。走啊！来人啊！快来了！快点，拿着，给你，再去拿点，我再去打，快点。凤儿，皇上，这里面太危险了，您不能进去。我在，你挡我做什么？我的凤儿在里面，给我开！皇上，你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！这个凤儿在里面，谁敢挡针，这就杀谁！不能进去，不要开！你不能进去，凤儿，皇上，你是95之尊，信天下社稷于一身，你要爱惜自己的身体。都是你，害死朕的凤儿，朕绝对不会原谅你！皇上，凤儿，你看这个，他不在里面。长哥怎么还没来？不是说好一起走吗？给我的。凤儿，不要！凤儿！凤儿，起来，给这把门打开！打开！皇上，凤儿，打开！凤儿，你别走！凤儿，凤儿，你听我说，是我错了，是我诬陷了你。皇上，凤儿，皇上知道凤儿是清白的就足够了。皇上，凤儿，打开！皇上，凤儿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，如果你不是皇上，只是我的容大人该有多好。你别离开我好吗？只要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，我什么都给你好吗，凤儿？只要你别走。皇上，凤儿，我要走了。不要！凤儿此生能与皇上相知相爱，已是最大的福分。若是再留在宫中，凤儿，只会成为皇上的羁绊。不会，只有离开这个紫禁城，凤儿，才能让皇上一心一意地勤勉于政，造福百姓。皇上，凤儿知道，你一定不会让凤儿失望的，对不对？凤儿，皇上，凤儿还有最后一个请求，善待雪儿，比凤儿适合这个皇宫，
有他陪在皇上身边，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，让雪儿替凤儿照顾皇上。凤儿，凤儿，凤儿，别走！我命令你回来！你听到没有？我命令你，你回来！凤儿，凤儿，凤儿！昨夜的西风萧萧瑟凉，身旁谁为我添一件衣裳？我将誓言剪成一段韶华，小心珍藏余音里冷在回放。我用一生烟云留你，留你指尖欣赏。若毕生凄凉，镌刻你的模样。回忆里彷徨潜藏悠悠的墨香，当年上要用一生遗忘。我用一世繁华换你，换你凝眸一望。风雨尽苍茫，落花却已成伤。雨滴声落处微望，夜色微微亮。皇上，也遮不回流光。雨滴声落处微望，夜色微微亮。再思量，也遮不回流光。皇后娘娘，儿臣给母后请安。你的功课都完成了吗？是不是太傅布置的功课太少了？作业不难，但是踢毽子实在太难了。果然如出一辙，他也是不会踢毽子的主。不会踢毽子没关系，但是不懂文韬武略就不行了。以后你还要治理天下呢。那母后来踢个毽花试试，您若是赢了载元，载元就去念书。好啊。你看好了，母后要开始踢了。既然母后赢了，那载元就去文华殿了。母后没有赢，母后失去的东西太多。好吧，那载元就去找太傅去了，不陪父皇放风筝了。载元，母后今天就准你半天的假，去陪你父皇吧。
他一定很想让你陪他放风筝。太好了，谢谢母后。父皇，你看，看那儿，怎么样？你看，你的风筝是不是飞得特别高啊？来，拿好。父皇要放手喽，拿好，走。哎，花大叔，你们家林掌柜呢？味道真不错。哎，去忙吧。来嘞，客官，您的菜。思雨，我们把线放得再远一点，这样风筝会越飞越高。呀，已经飞得好高好高了，咱这人都能看到了。还不够高，只有风筝越飞越高，在远方的人才能看得到。远方的人是谁啊？远方的人是娘亲，永远都会思念的人。